大家好，这里是旭日梦啊。今天的话，我们来介绍一个传奇人物啊，来自特朗卡维尔宗族的罗杰，或者是一个更加通用的艺名罗杰。CK3 中，这位伯爵出生于1149年，1178年开局时29岁，而真实历史上的这个罗杰呢，1185年时才出生啊，纯纯的魔幻历史啊。今天就不聊游戏了，我们单纯的来聊一聊历史，聊一聊人物。谈起罗杰呢，就必须要说一说他的出生地了，朗格多克地区啊，意为奥克语地区。在12世纪末，法国的权力主要集中于巴黎，集中于以巴黎为中心的北方地区。所以呢，在法国最南部的朗格多克地区，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上都享有高度的独立性。首先，文化上的独立啊，这里的人们呢使用奥克语啊，可不是魔戒里那个奥克啊，不是一个东西。而北方王庭使用的是法语，虽然说是同一个语系和语族，但是也差别很大了。而且呢，奥克语的影响力也很大，这是一种严重的失衡。举个例子啊，假如现在内地说晋语的人比说官话的人还要多得多，而且啊，洋人知道晋语的比知道官话的人也要多很多。那么晋语如果不是官方指定语言，那就是严重的文化失衡了，文化独立性过高了。当然了，这个只是一个设想，这样的情况呢几乎不可能发生，因为晋语群体占比太少了。视线再放回法国，法国是什么情况呢？我在查阅一些资料之后呢，预估当时法兰西的法语使用者和奥克语使用者在人数上可以说是旗鼓相当了，相差无几。虽说王庭在北方，可是南方土地很肥沃啊，对吧？更不用说在当时的欧洲，奥克语可以说是最具声望的文学语言了。它是游吟诗人创作宫廷爱情诗歌的语言，其文化影响力远超其地理边界，被意大利、西班牙乃至英国的宫廷竞相模仿。举一个熟悉的例子，英格兰的国王狮心王查理一世，他本人也能够使用奥克语写诗。总之呢，奥克语影响力非常大，在南方是整个社会通用语。这个时候大家可能觉得，那说到底不过就是一种方言嘛，这算是什么危害呢？我们往后再看一看法国大革命啊，雅各宾派有条口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1794年，亨利·格雷瓜尔神父向国民公会提交了一份著名的报告，关于根除方言并且普及法语的必要性和方法。这份报告极具代表性，他将奥克语、布列塔尼语、巴斯克语等其他非法语的语言统称为方言，并且认为他们是反革命的温床，国家分裂的象征，社会进步的障碍。说方言的人都是落后的、未开化的野人。从这个时候起呢，打压方言这个事儿提升到了构建国家认同的政治高度。19世纪末期，法国开始推行免费的义务公共教育，这本来是件好事儿，但是法律规定教学唯一能用的语言是法语，学校成为了消灭奥克语的第一线，孩子们被禁止讲奥克语，老师会用各种方法惩罚和羞辱讲母语的学生。最著名的就是标记物惩罚啊，标记物可以是任何东西，只要学生讲奥克语，就必须要被挂上这个标记物。他呢，必须要检举报告下一个讲奥克语的，才能够移交标记物。放学的时候，持有标记物学生会被严厉的体罚。诸如此类的打压方式数不胜数。后来到了20世纪末期，二战结束了，民族主义浪潮逐渐退去，法国人发现奥克语怎么成濒危语言了？这是为什么呢？又开始设立语言选修班，复兴小众语言。这种类似文化打压的事情呢，具有普遍性。CK3 上一个 CCP-DLZ 是北欧那边的少数民族的服装包嘛，其中有很多萨米人的服装。萨米人被这个北欧国家文化迫害得更严重了，主要原因也是民族主义高涨。除了像法国那种学校里边体罚羞辱学生之外，政府还会把萨米人的小孩抓到寄宿学校，让他们完全脱离自己的文化、家庭和生活方式。更有甚者，挪威1902年发布了土地法的规定，只有挪威公民
能够读写和日常使用挪威语的人才能够购买土地，剥夺了萨米人的土地拥有权。和法国一样，二战之后呢，民族主义浪潮退去，这些政策就逐渐被废除了。近年来，挪威、瑞典、芬兰的国王和政府都已就历史上的同化政策向萨米人等少数族群正式道歉。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也相继成立，以调查和揭示那段黑暗历史。之后呢，又建立了萨米人议会，开设了萨米语的学校和萨米语的媒体，各种文化和语言的复兴政策逐步推进。刚才提到这些政策，是不是听起来很残酷啊？还有更残酷的，斯大林认为保护本土少数文化滋生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这个帽子可真的就是比黄老爷还要黄老爷了又高又硬。他的做法可以说是种族灭绝大清洗级别了，整个民族全部从故土强制迁徙到西伯利亚，直接从根源上摧毁其社区和语言的环境太恐怖了。直到苏联解体，少数族群才算喘口气儿，开始自然的文化复兴。至于我国呢，那大家应该都听说过一句话书同文，车同轨。从秦始皇开始就确立了文化统一的传统。清末民初的时候呢，面对西方列强的冲击，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府开始意识到统一口头语言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性，于是发起了国语运动，旨在确立一个标准的国家语言，最终呢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这个动机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非常的相似，为了国家统一、国民教育和现代化。接着就是建国后了这个建国后呢，我不太熟悉我对近代史没有什么了解，有了解过多少，大家多担待。总之呢语言不统一对于政治稳定性确实是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的。视线再放回中世纪的法国南部，朗格多克地处地中海贸易路线上，这里的城市呢，因为贸易都非常的富庶，市民阶层的力量很强大，社会结构相对于北方来说更加开放与多元化，与北方的社会结构可以说是截然不同了。政治上来说呢，虽说朗格多克名义上呢是法兰西的封城，但是像图卢兹伯爵这样的大贵族实际上呢是独立的统治者，他们有自己的法律、税务和军队，政治天平上也更倾向于南方的阿拉贡王国。至于原因呢，其实看 CK3 的一个地图也看得出来，图卢兹相邻英格兰、神罗和阿拉贡偏偏与法兰西不接壤政治独立性不言而喻。再来说一说1178年这个节点，这个时候呢，被天主教会认定为异端的卡特里派，也就是游戏中的清洁派，在朗格多克地区已经非常盛行了，尤其是本期传奇人物罗杰的阿尔比领地。当时的教皇亚历山大三世采取了初步的行动，他派遣了一支由高级教士组成的代表团前往了图卢兹，领头的两位人物都不得了，一位是红衣主教皮埃尔·德·帕维亚，另一位是未来的西都会修道院院长亨利·德·马西亚克。他们的任务呢是劝说异端回头，压制当地的贵族对异端的支持，目的是非常好的但是事与愿违，使节们在图卢兹遭到了公开的嘲讽和敌视。至于贵族们呢，也不愿意采取严厉的措施因为这会很大程度影响领地的稳定性。最终使节们只取得了象征性的胜利他们迫使当地的一个富商公开宣誓放弃清洁派的信仰之后就立刻逃离了这里回到了罗马教廷。这次行动的惨烈失败使得教廷明白一件事儿，和平的讲道理已经解决不了异端了该重拳出击了。至于如何出击的，是30年之后的事了，等会儿我们再讲。该说说罗杰了。罗杰的家族是非常务实的统治者，该家族是朗格多克地区最强大的贵族之一，统治着卡尔卡松、贝吉耶、阿尔比和拉泽斯等一系列的重要城市和城堡。为什么说务实呢？因为这个家族统治呢，奉行宗教宽容，并非因为他们自己是异端，而是因为在他们的领地内，天主教徒、卡特里派信徒甚至犹太人社区长期共存，
共同构成了高经济活力的社会。强行推行宗教统一和迫害，会直接的损害领地的繁荣与稳定。同志呀，事情闹大了，可不好收场了。我们朗格多克人还是要同异端和异教徒做生意的啊！再来说罗杰啊，这个罗杰呢，出生于1185年，在他9岁的时候呢，父亲去世了，他继承到了父亲庞大的领地啊。监护人是当地一位很有影响力的贵族，名叫做贝特朗·德塞萨克。这个贝特朗本人啊，是一位公开的卡特里派信徒，在他的教导下，罗杰的耳濡目染下，罗杰认为宗教宽容是理所应当的。他学会了尊重所有臣民，无论他们是不是异端异教。正是因为这种成长环境和家族传统，让他日后为卡特里派做出了那个高贵且致命的选择啊！卡特里派啊，也该说一说卡特里派是什么了。如果说朗格多特当时独特的环境是火药，那么卡特里派信仰就是点燃火药的引线。首先，卡特里派并没有什么很深远、很明确的发展过程，确切的起源呢，至今仍然在讨论。流行的说法呢，卡特里派起源于巴尔干半岛，大概呢是1145年传入了法国南部，前身的话是摩尼教。相比于新教来说呢，它更像是某种思潮的交织。首先，卡特里派的核心教义是相对激进的二元论。天主教呢，天主教是一神论啊，这可以说是两个完全相对的教义了。二元论，两个神，两个世界，有一个好的神创造了天堂和人类的灵魂，这些看不到的东西。有一个好的世界是完美、光明和永恒的，也看不到。还有一个坏的神创造了地球与人类的肉体，这些看得到的东西。还有一个坏的世界，就是现实世界啊，是邪恶、黑暗和短暂的。人类善良的灵魂被囚禁于邪恶的肉体之中，活着就是一种流放和惩罚。每一次生育都是在将善良的灵魂从天堂拉入到邪恶的现实世界中，维系坏神的统治。而天主的一神论认为，世界上呢只有一位全能全知的上帝，二元论中的坏神只是上帝创造的天使堕落了，根本不能算是和上帝平起平坐的另一个神。再说一嘴主流的伊斯兰教吧，主流的伊斯兰教呢也是一神论，而且是绝对一神论啊，只有安拉一个真主，他也是全能全知的。你这么一对比，是不是有理解的一句话啊？有时候异端比异教更该死。起码呢，天主教和主流的伊斯兰教啊都是一神论啊，那异端搞二元神论，那这个区别很大了。再来说这个世界创造啊，天主教认为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主流的伊斯兰教认为一切都是真主创造的。二元论认为，世界是分裂的啊，有两个神。天主教和主流伊斯兰教认为啊，人的身体和灵魂是一体的。二元论认为，不对，分裂的。两个神分别创造了身体和灵魂，然后灵魂囚禁于肉体之内。天主教说呢，这个耶稣是圣子，神人二性，他降生成人，通过钉死在十字架上和复活，承担了世人的罪恶，为人类开辟了救赎之路。主流的伊斯兰教认为耶稣是真主派到世界上的先知，地位崇高无比啊，但是他不是神，也没有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二元论认为这号人他就是个灵体，他都没有降生，这个耶稣根本连肉体都没有，他就是个灵魂。因为二元论认为肉体是邪恶的嘛，就类似于这种理念区别非常的多啊，投个票吧。如果你是教会，你先打穆斯林还是先打卡特里派？我觉得都不用投了。这么看下来，这个异端确实比教徒该死多了。再来说卡特里派的教会组织和教徒吧。卡特里派的社群结构非常非常简单，就两个等级，我们就按照高级信徒和普通信徒来区分吧。天主教呢教宗、枢机、主教、神父、执事、修士、平信徒，高度组织化，相对来说等级极为森严。还有印度教，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达伊特修行这个相对来说就更复杂了。因为印度教这个分层是宗教、社会
和哲学体系的一个混合。伊斯兰教的话，没有什么好分层的，所有的信徒直接对接真主。但是呢，他们有学者阶层啊，负责解释教法，引导社群，他们的权威来自于知识。其中什叶派有一个相对具有层级感的学者体系，按照知识分出了很多阶层。卡特里派2个等级呢是由信徒自行选择的，天主教的等级呢就非常复杂了，但是呢这也奠定了天主教的极高稳定性。印度教这个等级呢是与生俱来的，想要提升只能多修善果啊，来世成为高阶级，或者成为修行者，超脱于这一套种姓制度。伊斯兰教则是靠知识来获得更高的地位与尊重，各有各的提升方法和门路啊。唯独卡特里派啊，你自己选，你想当哪个就当哪个。首先来说普通信徒啊，你只要认可二元论，那就可以了。然后日常生活要尊重高级信徒啊，时不时打点钱，其他的和普通人一样，你该干嘛就干嘛啊。你只需要在临终之前接受晋升仪式的洗礼，你死后灵魂就能够进化，去往善神的善世界。如果想要成为高级信徒，你得被其他信徒所熟悉，起码大家都知道你是谁才可以。然后向一位高级信徒表达自己的意愿。之后呢，是1年的考察期，你将会与其他的高级信徒生活在一起。考察期通过之后呢，你就可以接受晋升仪式的洗礼了。之后你就成为了高级信徒啊，这个是不能反悔的。你将不能食用任何肉、蛋、奶、奶酪等由性交产生的食物。他们认为这些食物是与肉体的繁殖紧密相连，而肉体是什么？是邪恶的、罪恶的、坏神用来囚禁人类纯洁灵魂的。但是你可以吃鱼啊，当时的人们认为鱼是无性繁殖的。然后是性行为，严禁各种类型，包括各种形式的性行为啊，严禁撒谎、发誓与任何形式的暴力，包括杀生，并且你需要放弃所有财产，然后四处游历、布道与做一些手工工作，是不是感觉很有趣？普通的信众呢，没有任何的门槛，这对传播来说非常有利，而高级信众非常辛苦，与奢靡的天主教神职者有巨大的反差，所以呢，他们赢得了极高的声望与民众的信任，这对传播之后信徒的稳定非常有利。这一套机制啊，可以说是非常简单有效且暴力了。再来说罗马的天主教廷啊，大伙儿也不是傻子，卡特里派发展如此迅速啊，对天主教是很大的威胁。之前我们提到1178年代表团其实也不是第一次了。1145年，教廷知道这回事之后呢，派过一个很高声望的神学家去朗格多克巡回布道，结果呢是完全的失败啊，已经不是靠他可以挽回情况了。18年后的1163年，教皇亚历山大3世主持了一场宗教会议，教廷正式谴责了朗格多克地区蔓延的异端，并且要求当地领主予以打击。那么领主们打击了吗？当然没有了。当地高度自治的领主们连名义上的领主法兰西王庭都不搭理，更不用提离得更远的罗马教廷了。我们要和异端异教徒做生意的呀，天高国王远啊，教皇更远了。15年后的1178年，教廷派出了我们之前提到的使团，他们与卡特里派爆发了数次公开辩论。一边呢是非常清贫、衣着朴素的卡特里派苦修高级教徒，另一边是衣着光鲜华丽的天主教士。从气势上来说，教廷这边就已经输了一大截了，更不用说卡特里派教徒是说本地方言奥克语的，而罗马教廷派来教士大概率讲拉丁语，又输一大截。很快，新任教皇上位了，英诺森3世。这位教皇就不一般了啊，他很清楚啊，前任教皇太仁慈了，和平手段根本没用，该出重拳了啊。他的操作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最后的和平努力。这次他派出了新的使节团，相较于之前的使节，新的使节有着至高的权力，绝罚权和罢免权。不合作的领主和主教可以随意的绝罚，并且开除教籍。新使节的言行
直接代表教皇本人的意愿，并且教皇呢也在不断的写信给图卢兹伯爵，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啊，这么持续了整整10年啊，可以说是毫无进展啊。卡特里派的韧性实在是太高了。那么这个阶段是如何结束的呢？1208年1月份，使节之一的皮埃尔德·卡斯泰尔诺正在与图卢兹伯爵进行最后谈判。图卢兹伯爵和其他的朗格多克贵族一样，他主张宗教宽容，他的很多分臣和朋友都同情卡特里派，甚至就是卡特里派信徒。他完全没办法接受武力镇压异端的行为，一边通过书信和教皇打太极，另一边和教皇的使节在现实中打太极。直到1月这次谈判，激进的使节皮埃尔德·卡斯泰尔诺在谈判桌上宣布要对他施以绝罚，并且恶毒的诅咒他要付出代价。伯爵呢应该也是压力炸了，对使节施以了生命威胁。1208年1月14号，使节被一名骑士当街杀死了。这个骑士呢几乎可以肯定就是伯爵的人，他应该是听说了伯爵被使节羞辱，决定使用暴力来捍卫领主的荣誉。对于百里开外的罗马教廷来说呢，这其实是件好事儿。教皇伊诺森三世根本不在乎杀人的是谁，什么动机，怎么死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上帝的使节在异端的土地上被残忍的杀害了啊！而图卢兹伯爵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就够了。教皇抓住这个好时机啊，开始疯狂的造势，伯爵是恶魔，死去的使节是圣徒，从而发动了一场他策划已久的正义之战。2个月之后，教皇发布了十字军动员令，这是敕令首次用于异端，而非是穆斯林异教。参与者可以获得与前往耶路撒冷同等的完全赎罪券，十字军战士可以合法占有征服来的土地和财产。谁最感兴趣啊？当然是北方的法兰西贵族了啊！他们觊觎南方富庶土地很久了。次年，也就是1209年6月份，图卢兹伯爵在军事压力下被迫选择了投降。他在圣吉尔教堂之外呢，赤裸上身，接受了教皇使节的鞭挞，并且宣誓加入十字军去攻打自己的外甥雷蒙罗杰。这位雷蒙罗杰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核心传奇人物了。在自己的舅舅宣布投降，并且将矛头转向自己之后呢，23岁罗杰发现自己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立状态。一支史无前例的庞大军队正在与法国中部的里昂集结。这支十字军组成非常复杂，其中有着如勃艮第公爵和维纳尔伯爵这样大贵族，他们带来了装备精良的骑士和正规军队，还有很多中小型的贵族与骑士，他们都渴望通过这次的十字军战争获得土地与财富。还有诸多雇佣兵、强盗和流浪汉想要瓜分战利品。当然了，还有来自罗马教廷的教会高层人士，包括十字军的指定领导者教皇使节阿尔诺·阿莫里。大军即将开播之际，一个年轻的身影出现在了军营啊，没错，雷蒙罗杰来了。但是他不是来投降的，而是来做最后的外交斡旋，试图避免战争。他表示自己是忠诚的天主教徒，刺杀使节也跟自己没关系。他非常愿意服从教会，并且交出被指控为异端的人。作为交换，他想要十字军放过自己的土地和人民。教皇使节，也就是十字军领导者阿尔诺·阿莫里接见了他。这位使节呢，是一位冷酷的宗教狂热分子，在他眼里，整个朗格多克都需要被彻底净化，这片土地充斥着罪恶。而罗杰的家族呢，长期以来对异端的容忍更是不可饶恕的原罪。会谈的过程呢，充满了这样子不加掩饰的敌意和羞辱。简单来说呢，就是4个点：第一，我们不接受你的任何解释；第二，我们不相信你的任何承诺；第三，你已经被判定为有罪了，你的命运已经注定；四，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你的领地就是我们的目标。也能够理解啊，毕竟这个异端情况啊确实特殊，教廷已经好好说话半个世纪了，教皇都要死一个了，派来的使节还让你们捅死一个，
现在大军集结好了，你说你愿意配合了，你晚了，太晚了。罗杰悲伤且震惊地离开了军营，但是他没有选择坐以待毙。罗杰从一个抱有幻想的年轻外交官，转变为了一个认清了现实，准备殊死一搏的战士。他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地赶回自己的领地。现如今，他的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备战。这就是罗杰为何传奇的一个点。这一刻开始，罗杰的悲剧英雄形象开始逐渐成型，因为他不是主动寻求战争的，而是一个在所有的和平之路都被堵死之后，被迫选择抵抗，选择殊死一搏的领导者。首先，罗杰的第一站是贝基耶。贝基耶是他领地中最东边的城市，不出意外的话，这里呢是十字军的首个入侵之地。这座城市繁荣富庶，人口众多，自然呢也是抵抗十字军的首战。罗杰召集了城中的主教、市民和骑士们，鼓舞士气，并且明确了分工。他还会见了城中的犹太社群，请求了他们一同守城。这在中世纪是非常罕见的。紧接着，他立刻离开了贝基耶，因为贝基耶呢是首战，但不是决战。快马加鞭，罗杰到了第二站卡尔卡松，这里是罗杰家族的世袭首都，这里有着全欧洲最坚固、最宏伟的堡垒之一。它拥有双层的城墙，数十座塔楼，坐落在山丘之上，易守难攻。到达卡尔卡松之后，罗杰发布了总动员令，他向所有的封臣、骑士和附庸都下达了紧急征召令，命令他们立刻于卡尔卡松集结，以及加固城防、储备物资、接纳难民等等命令。很快，十字军赶到，并且包围了贝基耶。十字军要求居民交出所有的卡特里派信徒，而贝基耶居民们做了一个勇敢决定，他们拒绝出卖自己的邻居与好友，决定与贝基耶的卡特里派信徒共存亡。第二天，有一些年轻气盛的贝基耶守军擅自发动了一次小型突袭，他们冲出了城门，攻击了十字军营地外围的一些佣兵。这次鲁莽突袭如同火种丢入了火药桶，整个营地所有的雇佣兵和强盗瞬间被点燃，城门没来得及关闭，他们冲进了城市。接着，士兵们向十字军总指挥阿尔诺·阿莫里发问：我们该如何分辨卡特里派和天主教信徒呢？这位总指挥呢，给出了一个极其冷酷的回答：把他们全都杀了，上帝自会认出谁是属于他的人。这场惨烈屠杀造成了1到1.5万人死亡，甚至逃入教堂的人也被破门而入的十字军全杀了，几座教堂都被纵火焚毁，甚至贝基耶的天主教神父与主教们也被屠杀了，史称贝基耶大屠杀。这场屠杀造成的影响可以说是两极分化了。首先，这个消息如野火燎原，传遍了整个朗格多克，很多小城镇和城堡听闻都纷纷放弃了抵抗。而对于罗杰他们来说呢，这场屠杀更加坚定了他们的决心。1209年8月份，十字军挺进到了卡尔卡松，也就是罗杰所在城堡。卡尔卡松这座城堡呢，可以说是当时最先进的城堡了。城中是罗杰的军队，各地赶来骑士们，以及从各地涌来难民。罗杰常常巡视于城楼之上，披甲坐镇，稳如泰山。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呢，十字军屡次对内城发动攻击，但是呢，都被顽强的守军击退了。构建起的工程器械也被罗杰方的守城器械一一摧毁。在黎明或黄昏的时候呢，罗杰还会亲率守军突袭十字军，甚至有一次差点冲到了主帅的营帐前。很快，十字军改变了策略，他们放弃了攻城，转而切断了水源。还记得我们之前提到的日期吗？8月炎热的酷暑内城的井水完全不够供应，干渴、酷暑和疾病不断地打击了城中士气。就在罗杰思考要拼个鱼死网破，还是要屈辱谈判的时候呢，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阿拉贡国王佩德罗二世出现了。佩德罗在南法地区呢极具影响力，而且身份很复杂。首先，名义上他是十字军的盟友，其次他还是法兰西国王的盟友，再其次，罗杰
现在名义上呢是他的分城。佩德罗思考来思考去，如果十字军真强攻了，朗格多克被法兰西的北方势力瓜分，这势必会很大程度的影响自己在南法的势力。出于复杂的政治考量，他进入了十字军的营地，试图作为阿拉贡国王的身份进行调解。最终十字军方面被他说服同意了。很快佩德罗进入了卡尔卡松，见到了罗杰。罗杰的请求呢是一次体面的投降，比如让他带着自己的全部军队安全撤离这里。而佩德罗带回给他消息呢却非常冰冷。十字军领袖们开出的条件是罗杰可以离开，可以带着12个骑士离开，其他的所有居民都必须任由十字军处置。按理说呢，罗杰这个时候呢应该答应了，这个条件很不错了。但是如果罗杰答应了，那今天就不会讲他了。没错，罗杰拒绝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个不光彩的提议。他同佩德罗二世讲，他宁愿与他的人民一同忍受命运的安排，也绝对不会抛弃他们。这一刻他的道德光辉达到顶点。但是水源问题还是没解决啊！城中的情况并没有好转一分。佩德罗斡旋失败并且离开之后呢，十字军又派来了一位使者，这个人是罗杰的一个亲戚，他带来一个好消息。十字军说，只要罗杰愿意亲自的出城谈判，他们可以保证罗杰的生命安全，并且承诺给城中的居民一个宽大仁慈的处理结果。8月15号，罗杰在十字军的承诺下，带着一小队随从到了十字军的营地，但是万万没想到，十字军违背了骑士法则，出尔反尔，当场扣押了罗杰，毫无骑士精神。第二天，听闻罗杰被捕的守军士气归零，开城投降。十字军放城内的所有居民全部安全离开这里，但是有一个极其具有羞辱性的条件，所有人必须赤身裸体的离开城堡，不能带走任何财物。随后整个城堡被洗劫一空，罗杰被囚禁在了自己的城堡中。之后呢，也没有奇迹发生，罗杰在几个月之后死在了自己的城堡地牢中。土地由来自法兰西北方的小贵族西蒙德福尔蒙接管。十字军啊，原以为他这么一死，就算是彻底扑灭南方反叛势力了，但是呢，实际效果截然相反啊！他的悲剧唤醒了整个朗格多克。罗杰，一个忠诚的天主教徒，仅仅是因为宗教宽容而被剥夺土地，被囚禁致死，这让所有人都看清楚了十字军的真正面目。这是一场北方对南方的征服战争，他的目标是所有南方贵族的土地和权利，与任何信仰无关。从这一刻起，不再是宗教冲突了，是民族战争。之前选择投降的图卢兹伯爵看到了外甥的惨死，又看到了北方贵族的残暴统治，他终于明白自己已经无路可退了。他撕毁了与十字军的协议，重新组织了军队，成为了南方抵抗力量的新领袖。其他朗格多克贵族可以说是一呼百应了，他们开始共同对抗西蒙德蒙福尔。战争进入了更加残酷、更加漫长的拉锯战阶段。西蒙德蒙福尔虽然在军事上节节胜利，但是始终无法真正的征服这片土地。最终在1218年围攻图卢兹时战死。顽强的朗格多克人民又一次赢得了战争。随着时间的推移呢，雷蒙罗杰的形象被不断的提炼与升华，最终定格为了一个超越历史人物的文化符号。他年轻、勇敢、高贵，信守承诺，为了保护人民而战，最终却被卑鄙的阴谋所害啊！这种故事具有永恒的感染力。最重要的，他不是为了自己的异端信仰而死的，他是天主徒，他是为了捍卫他人信仰的权利而死。这使得他的形象在后启蒙时代，尤其是在宣传宗教自由和宽容精神的现代社会，获得了新的更高的价值。它代表了一种超脱时代的普世精神。在许多关于阿尔比十字军的历史小说中，他通常被描绘成第一位也是最纯粹的一位英雄。
直到今天，如果你前往卡尔卡松，你会发现雷蒙罗杰的故事无处不在，他已经与这座城市融为一体。导游在向全世界的游客介绍卡尔卡松城堡时，必然会详细的描述雷蒙罗杰领导的围城战和他被背叛的故事。他被描绘成为这座城市的灵魂和永远的守护者。城堡内还有一座他的半身雕像。罗杰就这样从一个地方性的贵族升华为一个代表着人类对自由、宽容和尊严不懈追求的永恒象征。好了，这就是这期视频了，感谢大家的观看。喜欢的话请3连关注。这里是徐人梦，我们下期见。